嗨，大家好，这里是绿色健康频道。今天我们又来整一波小日子的疯批怪事。9岁小女孩为何突然失踪？9年后为何突然出现在一个秃头肥宅家里？9年来，警察同志为何对此毫不知情？这一切的背后是人性的扭曲，还是人性的扭曲？是道德沦丧，还是道德沦丧？大型纪录片《9岁女孩与黑暗的3364天》持续为你播出。时间回到1990年11月13日，日本新泻县三条市。这天，4年级的9岁女孩佐野房子跟往常一样准时放学，然而母亲却发现她迟迟没有回家，于是便去了学校询问。可老师却说佐野并没有留校，所有孩子放学后都照常问了。母亲又向周围的居民和路人问了一遍，仍然毫不知情。她怀疑女儿失踪了，立刻 call 了警察。接到报警后，警方出动了200多人在学校周边进行搜索，他们发布了2万多份寻人启事，联系电视台帮忙，并呼吁全县市民提供信息，甚至还出动了直升机进行大范围搜索，但仍然找不出一根毛线。几周后，警方联系了父母，告诉他们女儿可能遭遇不幸了，而且搜索没有任何进展，他们打算放弃。所以佐野真的遇害了吗？还是他遭遇了什么骇人的事情？让我们来到受害者的视觉，看看发生什么事了。当天下午5点，佐野正常放学，行走在一条农家小路上。然而他并不知道，自己已经被一个下头痴汉尾随了。这个下头痴汉把车开到佐野前面，下车后掏出一把刀指着佐野，威胁他说：“安静，不要说话。”然后把他推到了后备箱那里，命令他进去。佐野拒绝了，但还没等他反应过来下头男就捂住他的嘴，强行把他装进了后备箱，然后迅速开车问到了60公里外的百崎市。经过1小时的路程后，车子停下，下头男把佐野的眼睛和双手绑住，将其抱到了一所公寓的2楼。当佐野的眼罩被解开后，他发现自己身处一间陌生的房间里。下头男继续用咄咄逼人的口吻威胁他说：“你不想变成那个被绑架杀害的女孩吧？从今以后，你要跟我住在一起，你要一直生活在这个房间里，永远不能离开。如果你不遵守诺言，那么有你好果子吃的，我会把你丢进海里，或者将你埋在山上。”那么这个下头痴汉是什么人呢？为何要囚禁这个小女孩？你眼前的这个秃头肥宅油腻下头男就是了。他叫佐藤宣行，28岁，出生于富裕家庭，父亲经营着一家出租车司机，母亲是保险推销员。父母结婚时，父亲61岁，母亲35岁，是第2任妻子。所以佐藤是晚生的算老伯别切。父母俩都非常宠爱他，呵护有加。佐藤读初一时，他非常害怕上学，医生诊断出他有洁癖，患有肮脏恐惧症，就是对细菌污垢极度厌恶的强迫症。他父亲也有这个病，而此时他的父亲已经71岁了。因为父亲年龄大显老，他觉得父亲很脏，对其产生了厌恶。他甚至对别人说：“那个不是我爸爸。”到了高中，佐藤长到1.75米，但声音柔弱无力，没有男性特征。同时，由于其父亲年老，他被同学嘲笑为男童大妈。同学们都质问他：“为什么你的母亲要嫁给一个老头啊？”他觉得是因为父母的关系让他沦为了别人的笑柄。正因如此，他开始厌倦学校，躲到家里对父母进行辱骂和殴打来发泄情绪，这恐怕是导致他产生扭曲人格的导火索之一。高中毕业后，他没有去大学，去了一家汽车修理厂上班，但因为自己有严重的洁癖，不到3个月就辞职了。之后，他宅在家里不出门，成为了啃老族。1981年，19岁的他把父亲踢出了家门，被迫搬到养老院生活。母亲非常生气，说：“父亲走了，那我也走。”于是佐藤就把家里的佛坛烧了。母亲担心儿子会出现生命危险，被迫留了下来。不过他留下来也是被儿子当作佣人而已，为了侍候他的。母亲经常被儿子叫去跑腿，购买偶像唱片和赛马报纸啥的。他甚至因此成为了赛马场的名人。人们都称她为等待儿子的母亲。1985年，23岁的佐藤突然改邪归正，他告诉母亲：“我要尽快独立，找到工作。”母亲以为儿子终于醒悟了，终于要认真生活了，于是决定拿出700万日元给他扩建房子。可是呢，扩建到一半的时候，可能是因为洁癖吧，儿子不让建筑承包商进入他的房间，最后施工进行到一半就被迫完成了，而他也没去找工作。这到底是故意的还是不小心？我不好说。我觉得这可能是他的
套路，为了忽悠母亲扩建房子的。而这个扩建到一半的房子，也成为了他日后囚禁女孩的绝佳场所。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宅家太久了，想要找点乐子。1989年，佐藤试图在小学附近绑架一名小女孩，而他的行为恰巧被另一名学生看见了，便报给了老师。佐藤被当场捉获，并因为猥亵罪被判处了有期徒刑1年，缓刑3年。事发2个月后，他的父亲就节哀顺变了。法官认为佐藤再犯的可能性很小，将监督指导的任务交给了他母亲。同时，因为警方的疏忽，他们并没有把佐藤登记在犯罪前科名单上。但事实证明，法官的猜测是错误的，而母亲也经常被佐藤辱骂殴打。他的监督看管毛用没有。仅仅1年后，佐藤的囚禁瘾又犯了，想要再次找乐子，于是便有了最开始佐野房子被绑架囚禁的情节。而由于警方没有把佐藤登记在犯罪前科名单上，所以警方没有对他产生过一点怀疑。有一说一啊，这就有点看不懂了。他不是1年前才犯案吗？怎么这么快就把他忘了？当地的警方实在是太逊了，就是逊啊！由于房子进行了扩建，佐藤不允许母亲接近自己的房间。据调查，在被囚禁期间，佐野一共遭到了700多次轻打和300多次重打。不过在资料中并没有提到他遭遇过性侵，这也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了。我猜测这可能跟佐藤的肮脏恐惧症有关，他不想做这种污秽下流的事情。这点我觉得大家应该跟他学习，不要老奖励自己的兄弟们。一开始他们的饭菜都是母亲准备的，到后来为了防止被发现，他选择了买便当。被囚禁了6年后，佐藤发现佐野腿上有淤伤，他怀疑这是高蛋白引起的，害怕反成糖尿病。这淤伤还能跟糖尿病联系在一起，你他娘的真是华佗在世啊！有没有一种可能，他是故意的就是不想给他吃饭？还有一个更离谱的规矩因为佐藤有严重的洁癖，他是从来不上厕所排泄的，所以他对佐野也提出了同样的要求。佐藤还不给他洗澡，在这9年里，他只给佐野洗了1次澡，还是在被蒙眼的情况下。这是因为佐野有一次从床上掉下来了，沾了地上的灰尘，佐藤觉得他变脏了，强行给他洗了1次澡。那么问题来了，到底是地上脏，还是9年不洗澡更脏呢？在囚禁期间，佐藤不允许他看电视，只给他听收音机，但会把一些报纸漫画扔给他看，跟他交流社会热点新闻。这不是关心他呀，主要是因为佐藤喜欢讨论这些东西。佐藤表示，这是为了防止他的思想变成孩子，因此这也让佐野自学了一些知识。在之后的几年里，他通过这种方式间接跟现实社会接触。当他被解救时，他的思想并没有与社会脱节，语言和智力跟同龄人相比也没有明显下降。那么他到底是怎么被解救的呢？这其实源于一个意外。佐藤除了虐待佐野之外，也经常对母亲施暴。母亲实在受不了了，向保健所求救，说儿子经常家暴她。保健所打算对他们进行家访，以了解情况，但母亲生怕儿子会做出暴力行为，拒绝了。后来母亲去了精神病院，给儿子开了一些药，希望能缓解他的暴躁情绪，但这并没有毛用。佐藤的家暴行为越来越严重，不仅对母亲拳打脚踢，还绑住她，不让她上厕所。母亲只能再次向精神病院求救。医生提出需要对他儿子进行强制住院措施，母亲同意了。2000年1月，精神病院和保健所的人来到了佐藤的家，强行破门而入，进了他的房间。此时佐藤正在睡觉，看到有人闯进来后大喊：“你们进来干嘛呀？哎呦！”然后他就开始激烈反抗了。不过双拳难敌四手，医务人员强行把他制服。就在他们打算离开时，医务人员发现床上有一团毯子似乎在动，他们觉得很可疑，用剪刀把毯子剪开了，结果发现里面竟然躺着一个短发少女。医务人员对她发出了哲学三问：你是谁？叫什么名字？哪里人？女孩一言不发。然后他们问佐藤的母亲：这个女孩是谁？母亲也一脸懵逼。此时距离她被绑架已经过去了9年零2个月。3364天，而她也从9岁的小女孩长成了19岁的少女。这是她9年以来第一次接触到外人。面对此情此景，她的情绪紧张，思维混乱，不知所措。医务人员只能将她送去医院。在去医院的途中，医生再次询问了她的详细情况。佐野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名字、出生、家庭地址和父母姓名。9年过去了，这可能是他唯一记住的东西。经过警方核实，她就是9年前失踪的9岁小女孩佐野房子。
警方赶紧联系了他的父母，他们立刻从3条市赶来。经过了9年的等待，他们终于再次见到了自己的女儿。他们不敢相信这是真的，她还活着。虽然长大了，样子变了，但他们还认得出，这就是当年失踪已久的宝贝孩子。事件被曝光后很快引起了轩然大波。其中有2个焦点是人们所关注的。第一，有人怀疑9年时间，母亲不可能没上过2楼，不可能不知道儿子的事。他们觉得母亲肯定是知道实情的，她包庇了儿子，有所隐瞒。对于这点母亲表示，我不知道儿子在囚禁别人，我好多年没上过楼了。警方通过调查取证，确实没有在2楼和佐藤的房间发现过母亲的指纹，所以他应该是不知情的。然后有人质疑9年时间，受害者难道没机会逃跑吗？是不是因为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对凶手产生了感情？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？就是说在绑架、囚禁案件中，受害者在接受了施暴者的食物和善待后，感激的情绪会逐渐积累，最终使得他们对施暴者产生了一种依赖和好感之情。关于这点我想说，肌肉萎缩了，路都走不了了，你怎么跑博尔特都跑不了，你比博尔特都牛逼精神科医生也驳斥了这一说法。他说，佐野解绑后，仍然感觉有一副隐形的绑带在绑着他，他已经完全失去了逃跑的意志。佐野还表示，佐藤就是一个畜生，我不想跟他在一起。因此，所谓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也是不成立的。而另一方面就是警方的问题了。警方在这9年里都干了什么好事呢？首先，佐野失踪后，调查组内部其实已经出现了汽车绑架案的说法，但由于警员的积极性不足，他们最终没有往这方面深入调查。然后就是上文说过的，警方没有把佐藤登记到犯罪前科记录上，这导致他们忽略了这么一个重点怀疑对象。当佐藤的家暴行为越来越严重时，母亲找过警察局的人求助，但警员却表示，关于儿童暴力问题，请咨询保健所ですね。然后这9年里，曾经有巡逻员到佐藤家进行过3次家访，但都没有发现任何可疑之处。还有一个问题，佐野失踪后，警方只把这当成一个事件来处理，而不是案件。联合会会长表示，如果警方把这当成一个案件来处理的话，早就找到失踪者了。正因为他们干了这种种好事事件曝光后，警方一度陷入了失责的丑闻之中。最后，警方不得不表示，我鞠躬还不行吗？然后我们再来看看佐藤这个 BYD， 在接受了几周的精神病治疗后，他被警方逮捕了。检方以涉嫌绑架未成年人和非法监禁罪对他进行起诉，而佐藤却辩解说，自己的动机是因为他很可爱，因为他周围没有人。他还声称佐野是为了我而来的，我跟他平等互处，我喜欢他，把他当成朋友，所以我才给他提供报纸漫画，让他学习各种知识。对此，佐野表示，你狗屁互处。他说自己这9年来一直受虐待，根本不会喜欢这个秃头肥宅油腻下头男。经过精神鉴定，佐藤被诊断出患有恋童癖、人格障碍和强迫症。不过这并没有影响法庭的审判。他们说这是连畜生都不如的恶行，毫无人性，残暴至极。最终，佐藤被判处了14年有期徒刑。所以这就完了吗？14年后，他就可以出来继续 happy 了吗？并没有，可能是因为精神病的原因吧。入狱后的佐藤体重骤降，身体虚弱，连路都走不了了。他于2015年出狱，被送到一家福利公寓生活。仅仅2年后，他就被发现病死在了房间里，终年54岁。可能这就是上帝给他的报应吧。我只能说，好死。那么佐野呢？被解决后，他参加了成人礼，跟家人一起看球赛，家庭旅行，逐渐恢复了正常生活。最重要的是，他人生中最宝贵的成长历程被剥夺了，再也无法挽回了。从9岁到19岁这段美好时光，留给他的只有惨痛的回忆。好的，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如果你喜欢的话，记得点赞关注，熄灯看片不迷路。这里是你的男朋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可是学不一时练，这不就虚伪的